前方即是黑盟总部封城，大家小心。城中强者不少，我已经感应到很多熟悉的气息。才短短2年，韩风竟能组建起能够抗衡学院的势力。韩风身为6品炼药师，其影响力足以号令黑角域的一众强者。毕竟谁不想得到一枚药皇韩风的丹药？韩风交给我，大长老应付金银2老，应该不成问题吧？哼，那2个老家伙不过是凭借孪生默契才能与我暂时交战，并不能抵抗多久。那便好。大长老，若此大战擒住了韩风，能否将他交于我？你是在打那海心焰的主意吧？海心焰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异火，不过据我所知，炼药师顶多只能掌控1种异火，可你竟能掌握2种，如今还想继续掌控第3种异火，是否太过危险？我身负血仇，没资格去想什么事情太过危险。或许掌控海心焰，依然会让我经历生死磨难。不过，就算只有极低的成功机会，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知道，一旦成功，便能拥有足够的力量。若是失败，被异火反噬也是正常的事。唉，你这是在拿命来赌啊！以你的天赋，就算是正常修炼，也能有不小的成就。但我的目的，不仅仅是那所谓的不小成就。若有机会帮我向药尊者问声好，当年院长大人与他有着一份交情。您是如何察觉的？小家伙，不要小看斗宗强者的眼力，更何况我以前也是见过药尊者的。放心吧，我不会外泄此事。不过看你对韩风如此仇恨，恐怕药尊者当年陨落的事，应该和那家伙脱不了干系。萧炎多谢大长老替我守口保密。要到了。啊！快看天上！二哥，这是装了枚小型佛怒火莲的瓷瓶，如遇生命之危，只需灌入斗气抛出即可，威力不小，你可用来防身。那你放心，区一个寒风，我能对付。何方宵小，也敢来冒犯我封城？韩风，当年你袭击内院，今日便彻底将这恩怨了结吧。萧炎。让海心焰忌惮的那道炽热气息，竟来自你。许久不见了。海心焰比青莲地心火排名靠前，怎么可能会受他影响？2年时间，这小子究竟经历了什么？2年不见，你倒是越来越威风了吗？当年你好运捡了条命，不知道今日是否还有那么幸运？哼，狂妄的小子！当年你敢与我抗衡，不过是凭借借来的力量。那个老不死的，就在你体内吧。今天，我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帮老师清理门户。就怕你没那个资格，萧师弟。萧炎和韩风竟然师出同门，韩风师从药尊者，这萧炎难道也是药尊者的徒弟？我看他们不像是师兄弟。更像是生死仇敌。哼，苏谦大长老，你们大张旗鼓来封城，就是为了了结恩怨？解散黑盟，恩怨自然就了了。大长老何时说话也这般幼稚了？想要黑盟解散，你迦南学院如今有这个资格吗？那便试试。
苏长老真是好威风，锲而不舍地来自讨苦吃。既然苏大长老执意要找我黑盟的麻烦，我等只好奉陪。不过，看在你们送礼上门的份上，我不会让迦南学院太过难堪。今天就让这帮只知道教书的老家伙见识一下黑角域最强联盟的真本事，可别让人以为我们黑盟是想捏就捏的软柿子。今日势必要一雪前耻，洗刷2年前内院之辱。若是不想再狼狈而回，就都给我拿命拼了！萧炎，寒风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拖住他，直至我打败金燕二老。我虽不一定能干掉寒风，但定不会让他插手其他地方。这一点我保证。那便好。今日这场战斗，我内院是否再次狼狈而回，全看你的了。我就是不明白，明明我是他最出色、最满意的学生，可当年他为什么就是不传我焚诀？如果他把焚诀给了我，我一定会一直尊重他。可惜，最后的结局，这都是他自找的。没有老师，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老师视你为己出，你却为了一卷焚诀背叛了他。说你是混蛋，都是抬举你。既然视我为己出，为什么不把焚诀传给我？我与他相处那么多年，凭什么你这混蛋能够得到？你已经得到了焚诀，当然可以这般大义凛然。若你处在我的境地，你会怎么样？哼，恐怕你也和我一样吧。龌龊之人，总是用龌龊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罢了。小师弟，只要你肯将完整版的焚诀交给我，我可以把黑盟让给你。我还有很多高阶的药方，只要你提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怎么样？哼，可以。拿你的命来换。碧绿色的火焰，你的火焰似乎有些怕我的异火。你改换了异火？师兄，老师当年受到的伤害，便让我今天替他了结了吧。当年之事，唯一让我遗憾的，只是没能得到那完整的焚诀。不过你现在亲自给我送上门了，果然无可救药。这2年果然成长不少，可惜对我没用。海心焰正在被分解。有古怪，这家伙果然如老师所说，不管是炼药术还是修炼，都有极强的天赋。能被那老家伙看中，果然不简单。先前倒是小看了你。这家伙心机真深，
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快踏入斗宗阶层了。小家伙，这一次你还拦得住寒风吗？你是这2年中第一个令我施展全部实力的人。只是半只脚踏入斗宗而已，值得这么嚣张得意吗？至少用来收拾你足够了。最硬的小师弟。是你。已经炼化了陨落心炎。原来如此，你用焚诀融合2种异火，这就是能分解海心焰的原因。恭喜你，猜对了。你又一次让我认清了焚诀的价值。只要将你打败，焚诀、青莲地心火、陨落心炎，他们都将是我的。疯子，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小小的心火也想对我造成伤害。小师弟，看来你的实力不如你的嘴皮子硬啊。怎么，这就开始斗气枯竭了？看来师兄我真是高看你。现在高兴，是不是太早了？师兄，同样的亏会吃2次，看来我也是高看你了。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实力能有这样的威力，也不枉费我这2年在地底受的苦。如今的火莲恐怕比当年那次更加恐怖。家伙，海心幻兽！不愧是半步斗宗的强者，竟能凝聚出这般复杂的异火兽形。去吧！去！快找掩体！倒是小看萧炎了，竟能拖住半步斗宗的寒风。只是还未分出胜负，
结局难料，希望萧炎能获胜吧。韩风只怕是自身不保了，再纠缠下去，我们俩迟早要败在苏谦手下。萧炎这家伙真是越来越恐怖了。2年前要叫我们一声学长的家伙，如今已经能和黑角域中的一方强者相抗衡了。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已经与修炼天赋无关了，这完全是萧炎的自身机缘。萧炎，如今的你，令我也不得不佩服。萧炎子，你可别出什么意外啊，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进大客？是盟主啊！是盟主活下来了！盟主为我！盟主为我！盟主为我！大家别乱，情况不对。是萧炎，他没事。这家伙真是不让人省心。萧炎，你敢！海市之徒，死有余辜。送你一程。拦住他们！说的果然不假，看来药尘的灵魂体果然在你小子身上。没想到，最后会栽在这家伙手中。你的命是我的。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又要救我，又对我这么不客气，差点直接把我给拍死了。要不是这家伙突然出现，韩风这个混蛋现在已经死透了。恶心的男人。好帅的一脚！没想到韩风这家伙最后竟死在一个女人脚下，这窝囊的死法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你是谁？竟敢管我魂殿之事？他的命是我的，别人还没资格收。好狂的女人！这么多年敢与我魂殿这般说话的人，你可还是第一个。滚吧，今天你没机会下手了。今天我的确运气不好，不过我的任务并非击杀那小子，只要确定药尘的灵魂体在他身上，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至于他的命，自会有魂殿强者来收。千年之力6品炼药师的灵魂，收获还真不小。小子，药尘的灵魂就先暂存在你这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到时候这女人可庇护不了你。魂殿已经盯上老师了，
下一次只怕不好对付。该死，那家伙把海心宴也拿走了。 围剿黑盟余孽。是。不愧是黑盟盟主佩戴的高级纳戒，竟然还有防护功能。可惜在灵魂力量面前，不堪一击。那个，女王殿下。 该死的，迟早本王要亲手了结了你。女王殿下，这次多谢相救了。阁下不知是何方高人，能否报上名来？说不定与我迦南学院还有救呢。大长老，不必担心，我与他之间……闭嘴！萧炎，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我定然不会留手。这女人实力太恐怖，就连我对上她胜算都不大。以你这小子的实力，能对她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竟惹得她要杀你解恨？大长老。 这是从寒风尸体上搜到的。幽海纳戒，当初寒风为这纳戒费了不少力气，听说这其中的奇珍宝物价值更加不菲。不过，既然是你的战利品，你就留下吧。多谢大长老，可惜海心宴并没弄到手。有幽海纳戒的补偿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那个神秘组织可不是寻常势力啊！哼，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迟早是要对上的。你还是先养好伤吧，趁魂殿未到，多提升些实力，日后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诸位，寒风已死，剩下的成员不足为惧，黑盟可谓是气数已尽。早预料到会和魂殿碰头，所幸现在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和老师的实力。若今日是全胜状态，定能够击退那团诡异的黑雾。 看来在弟弟这2年，已经彻底清除残留在体内的落毒了。可惜我对这异火的操控还不熟悉，想要自如操作，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途。这种融合而生的异火，并未列入异火榜，总得有个名字吧？叫什么好呢？ 或许琉璃莲心火正适合。想要变强，就必须尽早加强对异火的操纵术，不然何时才能去见薰儿？也许该是打开这卷斗技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一卷斗技，不过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这要如何打开？地印诀，地阶高级，相传为远古斗帝强者所创，共5式：开山印、翻海印、覆地印、淹天印、古地印，印相通。5印大成，有翻江倒海、吞天噬地之能，巅峰时期直逼天阶斗技。然欲修炼此印，必至斗王之阶。否则修印不成，祸不自受。地印诀，好霸道的名字。萧炎哥哥，薰儿，萧炎哥哥，你如果能打开卷轴，并且与我见面，那你应该已经晋级斗王了。薰儿在此向萧炎哥哥道声恭喜。这地印诀是我族最高深的斗技之一，后面3印薰儿也未曾到手，能留给萧炎哥哥的只有这前面2印了。修炼开山印至少需要斗王实力，至于翻海印，最好是达到斗皇之阶再修行。此外，地印诀是我族秘传，若是外泄，族中定然会派人前去收回。所以，萧炎哥哥，你要答应薰儿，你习会之后一定要慎用。还有，萧炎哥哥，薰儿想你。一切保重。薰儿，等我，谁也阻拦不了我去找你。
帝国竟然多了2个斗皇强者。我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没睡呢。你们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了。你的伤好了吗？萧玉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来，坐。这2年，萧玉你们过得还好吗？以后你做事能不能小心一点？知道你被异火吞噬后，我们都快绝望了。如果你出了意外，咱们萧家的仇，恐怕就没人能报了。想要报仇，总得需要力量，而要得到力量，又怎可能没有风险？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无用，并且我在迦南学院不会停留太久，还是交给你们吧。你要离开？去哪儿？当然是回加玛帝国。当年的恩怨总得了结吧。你要去云岚宗？那我也去。我想回去看看还活着的族人。不急，还没有这么快。此次去云岚宗必是一场血战，必须准备充足才能出发。这次我和2哥先回去，你和萧妹还是留在迦南学院最安全。我这次回去不是探亲，而是真正的死战。回加玛帝国的准备工作，我倒是有个想法。如今黑盟解散，黑角域大乱，如果趁机把那里的强者整合起来，日后必能成为我们向云岚宗复仇的一大助力。要在黑角域创建势力，那里可都是狠角色。哼，想要收服狠人，只要比他们更狠就行。不过，内院一直对黑角域过于强大的势力抱有忌惮之心，我们扩建势力，难免会引起内院猜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先说服大长老，免得日后误会。若是这事能成的话，日后就算云岚宗举全宗之力，我们也不用再有丝毫惧怕。你们2个究竟什么来历？到此为止吧！宗的斗技。这种数量的斗气竟然还不够，这开山印还只是第一印呢。再来！想要发挥出开山印的威力，就必须让体内斗气的运转与手印的结成在同一刹那间完成。
便会像先前那般因为配合不到位而瞬间消散，导致威力下降到惨不忍睹的地步。开山印。这第一印就已经如此难修炼，后面4印修炼起来，不知有多恐怖。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时间这么休息。开山印，我就不信学不会你。